娘子，这是铺子这个月的盈利所得，居然有30两，这下可以给夫君买他最喜欢的墨宝了，还有小姑喜欢的钗子，婆母补身体的参药。哦，大嫂的口脂也没剩多少了，也一并买了吧。娘子，你对自己好点儿，你病了这么久，连一副汤药都舍不得买，就要供养那些看不起你的白眼狼。元宝，我是心甘情愿的，我是商贾出身，比不上夫君是清流世家。娘子，元宝，元宝。元宝，一个贱奴也敢妄议我们清流之家，杀他，我都先脏了我自己的手。元宝跟了我10年，若是没有他师父，流放路上我们早都死了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流放路途，苦寒艰辛，能坚持下来是靠我们一身的风骨，跟这个奴婢有什么关系？你们，我和二郎情投意合，他有意娶我，还望弟妹成全，自贬为妾。好，小叔子与寡嫂苟且，你凭什么说你们是清流风骨？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，一身铜臭的商贾女，哪里配得上我二哥？只有像我大嫂这样清冷孤傲的女子，才配嫁入我们林家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是商贾之女，瞧不起我，可是流放路上你们却恬不知耻的使用我的嫁妆。你们说钱财最庸俗，却最注重排场。你们身上穿的，嘴里吃的，哪个不比我的好？哪个不是用我的钱堆砌起来的？住口！张嘴闭嘴就是钱，果然是个庸俗不堪的货色。没错，哪有我们雪儿冰清玉洁、绝世出尘呢？我这一生孝顺婆母，供养丈夫，把小姑养成娇小姐，照顾寡嫂衣食无忧，到头来却落得如此下场。二哥，那陆家的铺子和每月寄来的银钱怎么办？一个废人，大不了密不发丧罢了，让他们陆家继续给我们这寄银子。我儿说得好，到时候再攒一笔钱，给我们月儿啊找个好人家。若能重来，我定不会再管你们这脏心烂肺的一家人。我要这世上欺我负我之人付出血的代价，生不如死。不知妇人怎能收此俗，简直丢人现眼。我不是死了吗？我不是死了吗？我们不能要，还是拿回去吧。不愧是明世琳琅，是我用俗物唐突了。这是3年前林诗媛醉酒泛文自狱，被抄家流放当天，我居然重生了。夫君，林家被抄家，流放路上，我们若无钱财傍身，你们会受苦的。浑身铜臭味，不知气节为何物的蠢笨妇人！我林诗媛一身傲骨，我就算死在这路上，我也不可能沾染这一点俗物。让你拿，你敢不敢拿？你拿不拿？你拿不拿？活该！真是暴力！上辈子流放之初，为了能让林家人路上过得舒坦，
我收下林诗园友人所赠钱财，却换来他们的羞辱和谩骂。原来他们也知道瓶子是好东西啊，只是在等我抢回，一边鄙夷我，一边才不得不收下享用罢了。可这辈子我再也不会那么蠢了。这辈子我再也不会那么蠢了。是陆婉思虑不周，险些拿俗物玷污了相公。郎君还是将银子快快收回吧。啊！没了这些银钱，我看林家人这一世还如何在流放路上吃香喝辣。又是一个虚伪的无知妇人。可知流放路上，银子远比面子值钱的多。林家家风果然不凡，夫人一介商妇，竟也沾染了些许气节。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母亲，那陆婉没去抢银钱，我们这流放之路岂不是要吃苦啊？哎，怕什么？陆家有的是钱，你觉得陆家那老官夫会放任他女儿受罪吗？娘子，娘子，破镜夜春秋，元宝，元宝，元宝，看他报复，咱们的补给来了。他家呀就这点能耐了，一会儿陆婉肯定双手把那些好东西给我们奉上。元宝，对不起，都是我连累了你。娘子说什么傻话呢？我与娘子一同长大，是娘子为我赎身，还我良籍，我愿意跟着娘子一起流放。来，二嫂嫂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若拿不动，我们也可以为你分担一二。今日我若不立威，只怕日后会像前世一样被他们踩在脚下。世子，这女人还真是……郎君，京城盛传，陆家奸诈，趁林府之危，强行把女儿高嫁进了清流之家。这陆婉更是粗鄙不堪，只会用银钱讨好婆家和夫君。看来传言非虚啊！您堂堂景侯世子、主小将军，若不是犯下那样的错，又怎会被充为差役，与这种虚伪之人同路而行？我此行是为了寻找故人的妹妹，这些人还不配入我的眼。对了，我让你找的陆玉副将一家可有消息？陆玉副将一家早在从军之后第2年就搬离了祖宅，至今再无消息。阿宇，你曾说过，与你手持同样玉佩的女子就是你的妹妹。你拿命护我，若泉下有知，是否会怪我护不住你的妹妹和爹爹？
志远，你这里面的金银细软沾满铜锈气，怎可脏了你们书香清流之手？志远，你不要太没分寸了。哎呦，姐，兄长，这个贱人他居然敢打我！贱人！我打死你！娘子，这是大公子的玉佩。我要让兄长休了你！陆娃，知月是我林府的千金，金尊玉贵，一个商贾女怎敢动她？还不赶紧给知月道歉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有意思。我打的就是林知月，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都敢打。你竟然……林世元，凭什么你好友送来的银钱，我碰就要被你们折主殴打，而你妹妹就可以碰我嫁妆里的金银细软，我却动不得她了。我也是为了你们林家好，免得金银俗物脏了你们摹写描画的玉手。这包袱，你们谁也别想惦记，不然我见一个就打你们一坨。娘，他说我们是一坨，莫不是骂我们是屎啊？真是粗鄙下贱！磨磨唧唧的讨打呢，都赶紧上路了！我说上路你没听见是吧？哼！对待美人儿怎么能这么粗鲁？这世风，人人如林家人一般矜持内敛，他竟如此放荡。我呸！他还没上路呢，就勾引差役，真不要脸！小事，叫我严修就好。我同你们一样，以后你们都不必拘礼。是。姓严，这个姓氏倒从未在京中权贵里听说。严修，名字倒像是那位叫楚彦修的小将军。不过怎么会是他呢？那人可是害死我朝数10万军将的罪魁祸首。上辈子流放路上，明明就只有2个押解官，他气宇不凡，还带着一马车私务，身后跟着的也不像是同僚，倒像是仆从，究竟是何人？哎，看什么呢？上路了！公子，看来传闻不尽然，这陆家女子实乃女中豪杰。聒噪！大哥，我冷。小人啊，看那陆婉买了那么多御寒的东西，他那么爱，一会儿肯定给咱们全部双手奉上。就是，陆婉肯定还跟以前一样，把一切都打理妥当，只为了哥哥能看他一眼，母亲给他个好脸色。一会儿等他来给我送东西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让他跪下给我磕头道歉。哎呀，就是个商贾女，去到我们家就是来伺候我们的。你想怎么作践都行。没事，月儿，我一会儿定会让他给你好好道歉。娘子，您准备这么多东西，不会都是给林家人买的吧？娘子，您要给他们也行，但千万给自己留些。放心吧，这些都是我们路上要用到的。至于他们，休想再从我这里拿走1厘1毫。林世人，没钱寸步难行之苦，
你也该亲身体会一下。娘子，你终于想明白了。我帮娘子背出去，娘子你再看看还有什么，咱们一并买了。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在假装镇静。你瞧他那副样子，肯定是因为你亲近我而心慌不已。哎呀，女人嘛，就是喜欢欲擒故纵。陆婉就是装装样子，想引起你的注意。只要我们静静等着，他一定会把东西双手奉上的。哎，陆娘子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吃食？难道是因为后悔那么对林家人，想要给自己一个台阶下？还是说，娘子已想出还击之策了？严某倒是愿意给娘子帮忙。谋杀官差可是死罪，你就不怕死吗？我虽是流犯，但也懂礼义廉耻。差爷若是再不自重，我便以死明志。严某从不强迫女子，陆娘子误会了。你干什么呀？娘子说了，这不是给你们林家的，还给我！这刁蛮贱奴满嘴瞎话，陆婉买了这么多，他自己用得完吗？这肯定是给我们用的。就是陆婉那么爱我二哥，以前说的那些气话就是装装样子，也就你这个贱奴还当回事儿。哎，快，姐姐给我。一会儿啊，等陆婉出来，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你我们高门大户的规矩。快闭上，别动弹了。还我！这是娘子的！你个死丫头，还敢跟我们抢东西！元宝，元宝，娘子，元宝没用，没能护住您的东西。没事的。陆安，你这刁蛮贱奴不懂规矩，竟敢私藏你给我们的遗物。不过我已替你教训他，不过你御下不严，也该受点惩罚。这样吧，你把你脚上的那双棉靴送给雪儿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世人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吗？反了！你这个刁妇，竟敢殴打夫君，这是造反呐！你一个上古女，竟敢骑到我们清流世家的头上了！什么狗屁清流世家？前世我予取予求，换来却是他们的得寸进尺。这辈子我绝不忍让，只求身心通畅。陆安，你想干什么你？陆安，我劝你适可而止啊！你要是再继续闹下去，你小心我真休了你！哼，你休啊！我还怕你不休呢。世人，若是真休了他，流放路上谁照顾我们呀？陆安，你不就是嫉妒我跟大嫂走得近吗？只要你还像以前一样，好好侍奉我们一家，那以后我与他恪守规矩就是了。林世元，你搞清楚，这里不是京城，你也不是什么名士琳琅，你有什么资格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要我脚底下的雪靴是吗？好，给你一脚。元宝，把他们身上咱们的东西都扒下来。你要干什么？拿来吧你！这是我们娘子的，放手！还好刚刚郎君没有行轻薄之事，要不然挨打的就是你了。瞎说什么？郎君我是那种人吗？还给我！闹什么闹？该上路了。
闹什么闹？赶紧上路，快点！居然这么快就走到了这里。看什么看？还想休息？耽误了赶路。老子这鞭子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让林家人走了。前世我在此所受之苦，他们也得尝尝。还想休息？耽误了赶路。老子这鞭子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走。元宝，包袱里还有点碎银子，拿去求求差爷，让咱们歇息。差爷，我家娘子双脚都磨破了，能不能请您行行好，到前面的铺子稍作休息？起开！元宝，一个个走得比乌龟还慢，天黑之前到不了下个驿站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杜峰，我有点累了，去找个地方歇息一下。燕差爷，这你们几个可都托了严差爷的福了。郎君之前行军3日都不喊累，为何今日走了半日就累了？依照林家人好逸恶劳的性子，很快就会忍不住来求我帮忙的。到时，哎呀，哎呦，哼，我就知道陆婉还在嘴硬，他就是看我们走得太累了，宁愿被差爷骂。也得让那丫鬟替咱们求情，让咱们休息。儿啊，为娘饿得实在难受，要不你就求求陆婉那个贱人，让他使些银两给咱买些吃食。前世就是在这儿，林诗远一家诸事的大吃一顿，因我银子不够，他们便挑唆店家将我毒打一顿。老板，我知道为夫以前对你太过轻视，为夫向你保证，只要你还像以前一样服侍我们一家人，为夫一定会真心对待你，此生只你一人。如此，甚好。我看婆母跟小姑赶路也累了，给他们拿一些粥和糖饼吧，给他们暖暖身子。娘子，当真？看来这几日陆婉的强势都是装出来的，只要我朝他勾勾手指，他还是会像条狗一样向我摇尾乞怜。郎君，哎呀，店家，哎，把你们店里边最好的、最贵的，通通给本郎君上一遍。哎，得嘞，您稍等。哎呀，蠢货！儿啊，还是你有本事啊！嗨，哇，这么沉，肯定有很多银钱，咱们通通给陆婉花光，看他没钱了怎么跟我们叫嚣。就是，哎呀，雪儿呀，我与那陆婉，她只是一时权宜之计。等到了宁古塔，咱们不再需要她的时候，我便将她贬妻为妾，哎，然后风风光光迎娶你。哎，来，您慢用。哎呀，开吃。哎。
婉，你就这么馋？丈夫和婆母都没吃饱呢，你怎么好意思伸手呢？婉婉呐，真不是我说你了，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你出身商贾，浑身浸满了铜臭，这就应该在流放的路上多多磨练啊，多吃点苦，那才能与我般配。你们确定不让我吃这个饼？陆婉，孝顺婆母，体贴丈夫，这本就是应尽的责任。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，还想吃饼？来，娘，小妹，吃饼。婉婉记下了。吃吧，多吃点，吃的越多，一会儿被打得越惨。客官，咱这吃好了，您看这账。哎呀，蠢货！本名是琳琅，吃你这点粗糠饭菜，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是，那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哎，拿石子充银子骗老子是吧？哎，且慢，其中定有误会。误会啊！这是流放之路，像你这样装模作样、自诩名流之辈的蠢货，我见多了。我告诉你，赶紧把银子给我掏出来，我还放你一把。这怎么都是石头？不是，这怎么都是石头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都是石头？瓶子呢？不是，哇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钱袋里钱呢？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个钱袋子里面是钱啊！陆婉，你骗我！我去你的吧！别废话，快给钱！婉婉，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呢吧？啊，你快点把钱交出来啊，别让那外人看笑话。可是我确实没有吃那个饼啊！不是，刚刚最后你们说什么？我还记得吧？婉婉，你就别闹了，现在不是你闹小性子的时候。我知道你就是想我好好哄哄你，对不对？大不了你先把钱付了，我以后我定会对你好的。哎呀，是啊，陆婉，侍奉丈夫、孝敬婆母，是你作为女子的本分。陆家虽然门楣不高，但教的女子怎么这么没规矩？二嫂，二哥都已经给你台阶下了，就别拿腔拿调了。小心我二哥生气，真的不理你。到时候你求我，我也不会帮你说话的。可我说的是真的呀，我真没钱。啊？怎么可能呢？你那个小胖丫鬟啊，你那这装银钱的包袱不是他背上的吗？他又不是陆家人，他也不在流放之列，他拿着银钱跑哪儿去，我哪管得着呀？这玩意，哎呀！给我起来！装模作样的阿杂货，你都比脸还干净，还敢在这装大款啊！大哥，给我个面子啊！我呀，那可是京中赫赫有名的文人林氏。去你的！啊，你的面子就是我的鞋垫子。给我起来！我告诉你，你都被流放了。流放路上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不是放过，是银钱，是银钱！我要银子，要不然我要你的命！要不然我要你的命！这个，岂有此理！朗朗乾坤，怎有你们这种粗鲁野蛮之人？我当家的不打女人，老娘可没这忌讳。打死你！
你就是这吃白食的娘子啊！茶爷救救奴家！刚刚那饼，婆母可是一口没让奴家吃。陆娘子莫怕，我们这些官差最为公正，若你没吃，必不会叫你受皮肉之苦。这个贱人为了不挨打，竟委身于卑贱的差役，果然上古就是软骨头。大哥饶命啊！大哥我错了，我就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住手！殿下，你把人打死了，我们可不好交差啊！这位差爷，我们这都是小本生意，可经不起他们吃这么一顿白食啊！难道说，差爷想给他们付账？谢谢差爷。难不成陆婉刚刚朝这个差爷示好，是为了让他救我？就知道陆婉心里定然有我。我可没钱啊！哎呀！哎呀！你这个玉倒是挺值钱的，倒是能抵得上整顿饭钱。这不行，这可不行啊！这可是我林家的传家宝，这是我林家最后的尊严，这怎么能抵一顿饭钱呢？我去！想要尊严，那你就去死！哎呀，太味儿了！走！哎呀，骨气和活着孰轻孰重？看来他还是分得很清嘛。哎呀！好了，休息的时间够了吧？该启程了。我的点儿没了！娘子，陆婉，你刚刚不是说他跑了吗？我怎么会离开娘子？我只是怕有心之人会惦记娘子的包袱，所以去林寺里躲起来啦。陆婉，你就是这么管教下人的？山谷卑贱，山谷家奴更是卑贱中的卑贱，他有什么资格这么跟我们说话？元宝不是奴籍，陆家早就给他放了自由身，他是良籍。林之月，你可别忘了，现在你们才是罪籍。怎么，是想论一论谁更卑贱吗？反了，真是反了！陆婉，你敢这么跟小姑子说话？你信不信我让世元休了你？就是，当世女子最怕下堂，尤其是陆婉这种商贾女，被休弃后哪里还能找到好人家？哼！今日之辱，势必要让陆婉下跪磕头赔罪。再把那2个包袱奉上，才能算完。好啊，那便休了我吧。反正你们也从未把我当成过亲人，你们这一家子餐风饮露的仙儿在一起挺好。我这个浑身铜锈味的俗人就不掺和了。陆婉，你可要想好了，这休妻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要真被我休了。后边还有谁要你啊？我要。我要。他整日没有正形，想必又是在说笑。
好啊，陆安，我说你怎么那么痛快就答应休妻啊？原来是早就找好下家了。你与自己的寡嫂勾结成奸，有什么资格说他？他坚毅果敢，你不想要，有的是人想要。娘子绝色，严某早就心向往之。寡廉鲜耻！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啊，真是够不要脸的！好啊，陆安你，我定会休了你！别碰，我帮你。我说的不是休妻，是和离。等到了下个驿站，有了笔墨，我自会写好和离书赠你。杨君，这个陆家娘子还真是个妙人啊。她的确与其他女子有所不同。没用的废物，搅成这么晚，都是你们害的。我们天黑前赶不到下一个驿站。是啊，起来！哎呀，这离前方的驿站还有30里路，倒不如在此歇息，休整一晚。短短半天路程，他已经喝了10几壶酒，却毫无醉态。这样强健的体魄，却只是饮酒，人怕是已经废了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席地而睡！我在林家的时候，过的都是丝绸的日子，蚕丝锦被，我何曾受过这样的苦？我才不要在荒郊野岭睡呢！不睡，不睡就给老子站着去放哨！要是让我看见你敢闭眼，老子抽烂你的嘴！张四，走。林家的吃穿用度皆由陆家所供，原来不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，只是不知感恩罢了。儿啊，要不你再拉下面子，为那个陆安要一床棉被吧。这天寒地冻的，这一夜娘的身子受不了啊！娘，陆婉那个贱人白日里那样对我，定要磨磨她的锐气，绝不会再主动找她搭话。我要让她主动给我送上一床棉被。哎呀！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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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是我连累你流放宁古塔的，但夫妻本为一体，本该同甘共苦。你在我心目中正妻的位置，无人可撼动。你有屁快放！我瞧你这包裹里头鼓鼓囊囊的，想必一定是有御寒的棉服吧？哎呀，快拿出来，给我和娘亲他们分一分。等到了宁古塔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你们林家在宁古塔是有田产铺子，还是亲友倚仗啊？你若能说出如何不亏待我，我便赏赐你一件棉衣。陆婉，你这个不孝婆母，不从夫君，行径下作的妇人，我就是开祠堂把你打死了，你们陆家也不会说个不字。
你若是识相的话，就赶紧把棉衣给我拿出来。日后啊，我要好好教导你，洗去你一身爱钱如命的上古气。这林家呀，以后啊，你才能操持的好。给我！哎呀，婉婉，你听到了吗？娘心里是认可你这个儿媳的。你白天说和离这事儿，我就当你是气话啊。郎君，我们已经上路这么久了，还是没有陆夫将妹妹的下落，难道她已经……老天已经带走了陆玉，绝对不会再这么狠心了。陆城还有大半，一定能够找到手持白龙玉佩的女子。一个商贾之女，能嫁入我们林家那是你的福气。你不要把钱财看得那么重，钱财乃是身外之物，夫君和婆母那才是你的倚仗。夫君说的对，我是该拿出这些身外之物。亏我还高看她一眼，以为她跟寻常女子不同，有几分骨气。娘子，不能给。娘子，您忘了他们之前对您做的事儿吗？就算把这包袱里头的东西全给他们，他们也不会记您的好。哪有你这个贱婢说话的份？陆婉，等到了宁国塔，你把这个贱奴给我发卖了，真是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，竟敢怨到主的头上来了。之前是我的不是，应该把这棉衣交给婆母和夫君才对。可是我只有这一件棉衣了。看来是我狭隘了，他竟然是这个心思。哎呀，婉婉，你就别闹了。你这儿有2个大包袱呢，怎么可能就这一件棉服呢？你快点吧，快把另外3件拿出来。我说，我就只剩一件棉衣了，没有多余的。你跟他废什么话？直接抢过来不就好了？这是我娘家的私产，你们若是想抢，我便一把火烧了它，谁都别惦记。到时候冻死你们，统统下地狱！真不是我要跟你们抢的，我是家里边最后一个男丁，这我要是倒了，这流放路上谁能护住你们呀？哎呀，母亲年纪大了，古有我命求李美谈，你们都饱读圣贤书，怎可与母亲争抢？我的身子最不好了，你们口口声声说讨好，这不是我就活命了！汉郎，你说过要照顾我一辈子的。所谓清流名士，闺秀千金，在利益面前，一样罔顾人伦，这般丑态，哪里比商贾高贵多少？元宝，你看他们像不像圈里抢食甘水的猪？像。陆娘子刚刚所言，严某深以为然。只是你可知，林家虽然落魄，但是林家长女还在宫中为妃，你这般戏弄他们，就不怕招来杀身之祸？杨官差若是想要到林婕妤那儿去领赏，只管把今日发生之事传输与他。但纵使是陛下亲临，夫家也没有拿娘子家私产的规矩。好啊，你这个毒妇，只给我们一件棉衣，虐待婆母，不贤不孝，你到死也不会入我林家宗祠。林二郎真是身手敏捷，一个堂堂7尺男儿欺辱女子，果然有一套，气度不凡。严某领教。夏虫不可语冰，我跟你们这些粗人没有话讲。
雪儿，今夜我帮你取暖。你这般温柔贤淑，不争不抢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这样的温存，某些人这一辈子都得不到的。不用羡慕，我也可以抱着你睡。不要，不要！这是手机，韩月，韩月。不要，不要！楚夜宵，为什么死的是我们的儿子，而不是你？都是你耽于美色，泄露了顾凡图，才害死他们的。不是我，郎君，可是又做噩梦了。自从3年前那一仗，郎君便夜不能寐，只有喝了酒才能情眠入睡。此次正是因为喝酒耽误了您父亲恭亲王的大事，才被贬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押解犯人。够了！去，给我去车上，3顿呼救来。月光光，月朗朗，天上亮，水里漾。月落的地方，那一定是家的方向。郎君，酒。这陆娘子还真是个奇人，3年了，郎君从来没有不饮酒就睡着过。如今听着她哄孩子的歌，郎君这么快就入睡了。都起来，赶紧起来！都什么时辰了？一群懒鬼，该赶路了。郎君，今日您的气色可真好。和有趣的人同路，气色只会越来越……净水，这可是流放路上难得的稀罕物，花钱都买不到的。哎，人家这真是床头吵架床尾和了。谁敢偷袭我？哎，郎君，陆婉，你昨天晚上做了那些事，你以为这2袋水就能弥补的吗？夫君，这可是净水，是元宝千里迢迢背来的，总共就2壶，我通通都拿给你。哎呀，陆婉，你若是想保住林夫人的头衔，那接下来的日子你就要好好伺候我娘亲，尤其是在吃穿用度上，一定要把最好的都留给我。我明白了，等到下个驿站开饭时，我一定会给你个惊喜的。这还差不多。二郎，2袋水就把你收买了，你真打算就这么原谅陆婉吗？我是眼皮子那么浅的人吗？哎呀，雪儿，
咱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。那陆安果然是装的，而且他已经快装不下去了。接下来就等着他回来好好伺候咱们了。元宝，你说我这几日狠下心来对夫君，看着他受苦，心如刀绞般难受。现在夫君应该已经发现，没有我什么都不行了吧？娘子，你可不能心软，就是得使劲晾晾他们。哎呀，元宝，我觉得这样对夫君已经足够了。这明日啊，我就要去求得夫君的原谅。等到了下个驿站，午饭时把牛肉和糖饼都拿出来，跟夫君他们一起吃吧。娘子，我们这么说，那白眼狼会信吗？当然，他们现在除了自信，已经什么都不剩了。哎，客官，里边请。哎，今日晌午就在此休整。娘子，虽说您是假意示好，可怎么真把水带给了林家人呢？那可是唯一的净水了。水带压沉，我们东西本来就多，带着徒增重量。再说了，和泉水也是一样的。水可有大用，我就是要让他们多喝水。哎，几位慢用啊！这是给人吃的东西吗？给猪都不吃吧？娘，妹妹，此等粗鄙之物，怎么没入我们的口呢？娘，再等等，一会儿陆婉就会把他包袱里的好干粮拿给我们吃。哎，哎呦，真是粗鄙不堪！这样的食物也能吃得下去？很快，你们会连这样的东西都没有。回来！哎呀，儿啊，那个陆婉究竟什么时候来给我们送吃食啊？娘，你先别急，我这又去问问。陆婉，你不是说有惊喜要给我们吗？赶快拿上来吧，娘和妹妹都饿了。这陆姑娘怕是要撑不住了，她的包袱里都是上个驿馆买的肉干糖饼，这林家人怕是有口福了。口福？我看未必。陆婉，你还在磨蹭什么？还不赶紧呈上来！前世，在这间驿馆中，我所带的食物被流犯盯上，为了给林家人留一口吃的，我被那两人打得半死，断了手脚筋。林家人非但没有一个上来帮我，还责骂我没用，护不住他们的口粮。娘，你也看到了，只要我勾勾手，某些人就会像条狗一样，双手把东西奉上来。陆婉，放这儿就行。二位差爷，我买了些肉干，都尝尝吧。
我们这儿还有腌菜，若是差爷不嫌弃，可以与我们同桌而食。好。哎呀，这不是……我就知道这只小狐狸别有用心，只是这寻求庇护的主意，竟然都打到我头上来。多谢差爷，多谢。哥，你不是说陆婉的吃食是给我们准备的吗？世远，你就是这么管教你媳妇儿的？风母于上，你那圣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今早说的话都是骗我们的。是娘，不是这样的，明明是……我不管，你今日若是弄不来吃的，你就是不孝子。你今日若是弄不来吃的，你就是不孝子。我就这还嫌弃我们吃的是猪食，他们呀连猪食都吃不上呢。好你个陆婉，你昨晚是故意让我听到那些话，故意诓骗我的，是不是？这个黑心肝的妇人，我让你吃！废物！差官，我夫君就是一介书生，他经受不住您这一脚的。我好心帮他，他竟怪我，真是不识好歹。哎呀，怎么着火了？快！哎呀，快救火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的棉衣纵然是烧了，也绝不会穿在林家人身上。都闪开！慢点。你是要谋害亲夫，我烧死我不成？你这个心肠歹毒、恶毒的妇人！我又不是神仙，还能隔空点燃你这衣物不成？要不是你动过二哥的棉衣，二哥的棉衣怎么可能着火？那就不知道了，或许这就是报应吧。这原子。哎呀，儿没事吧？二哥，我饿。你天天就知道喊饿，你饿死鬼投胎啊你！还不是因为你骗我们说陆婉中午会给我们拿来好肉好菜吃，我们才一口没吃那野菜窝窝头啊！我早知道你这么没用，就算是猪食垫吧一口也好哦。你这都少说两句吧，为了一口吃的，丢了我们林家的风骨。哎，世元呐，陆婉不是给了你2袋子水吗？我们多喝些水也可以上路啊。快点儿，人上！娘子，今早可真解气，那林家人空着肚子喝了个水饱，连比锅底灰还难看。要我说，您连水袋都不该给他们，就让他们空着肚子才好。傻元宝，很快你就会知道我送那2个水袋的用意。弟妹可想小姐？
官差大哥。官差大哥，你行行好，这小姐女子不比男子，还望您给我婆母、小姑他们行个方便。好。婆母，杜大哥说了，每隔半炷香的时间就给我们小姐。你这娼妇，竟为了此等小事，委身给村里的官差死相受受，真是下贱，丢了我们老林家的脸面。我没有，要我说啊，此等小事何须捅到男子面前？你不要脸，我们还要脸呢。弟妹这事儿确实欠妥，下次啊得谨慎些才行了。弟妹，弟妹，我不想。二郎，要不还是你去同官差说一说。不是我一个大男人，怎能为女人之事去向那些卑贱差役求情？你身为儿媳，自当为母亲和小姑操持。若是录完以前，现在定是打点好了衙役。难道大嫂饱读诗书，还没有一个山谷之女有用？他选错人了。差爷，我们他选错人了。娘子，这张四憨厚话多，可比那个整日挥舞鞭子的杜峰好说话些。你不懂，杜峰这个人面冷心热。他虽然看起来凶凶的，但他手里的鞭子却从未真的打在我们女眷身上。但张四可就不同了。夫人，你倒是说呀，我又不是吃人猛兽，你在害怕什么？难道你想就这么回去，被婆母小姑责吗？我们晌午喝多了水，能不能请差爷行个方便？这倒是好说。你要不随我去看看，有没有适合小姐的地方？多谢差爷。娘子，人各有命，你可莫要多管闲事。为了停下耽误了路程，我可是要担风险的。我若是帮了你，你必须得报答我。他就算听到了也没这个胆。要是从了我，这一路上我还能好好照顾你。弟妹，怎么是你？你以为是谁啊？林世元那滩扶不起的烂泥，他要是真有那胆子，就不会让你来跟张四交涉了。弟妹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我可能就……我也不是帮你。林家有个入宫为妃的长女，那张四不敢对林之月动手，所以刚刚欺辱了你。要是刚刚你让他得逞了，那他下一个目标就是我。我也是在帮我自己。哎，奇了怪了，怎么有段时间没见张四了？给我站那儿！刚刚是哪个无耻鼠辈敢在背后偷袭老子？赶紧给我站出来，否则让我抓到，我非扒了他的皮！都不承认是吧？行，别怪我一会儿下死手。林夫人，你刚刚在一旁看得真切，你来说，刚刚究竟是谁？说话！到底是谁打的？
你大嫂单独跑去找差役干什么？该不会是耐不住寂寞，跟差役暗中苟且了吧？啊！说话！是谁打了老子？我，当是你打的。我不知道。不会是你这个废物吧？不是陈爷，我可没有那个胆子呀。再说了，她就是我大嫂，我没必要为了她去得罪您吧？谅你这个废物没这个胆。啊，陈爷，我刚看他的剪木棍，说不定就是他砸您的。啊！陆娘子，喜欢逞英雄是吧？我就让你尝尝当英雄的下场。慢着！差爷，刚刚伤您的人不是我弟妹。不是他，那是谁呀？我看的不真切，只知道那人身形高大魁梧。这力道好像确实不像女子。他倒是还有几分良心，不似林家人那般狼心狗肺。那既然不是女子，这当中就……给我解开！差爷，您不会以为是我吧？我去！这狗杂种还真是你！冤枉呀，差爷，这不是我干的呀，这。我真是冤枉的，我真是冤枉的！瞧你这种货色，还想学人家英雄救美？哎呦，我的儿啊！娘子果然和从前不一样了。若是从前，定会出面帮林家女眷解决小姐之事。我干嘛多管闲事？他一个大活人，还能被尿憋死不成？娘子说话果然风趣。娘子说话果然风趣。杨官差，你走路没声吗？是你自己看戏入迷，没有听到我的动静。差爷自重。杨官差，我可不是大嫂，我可是敢叫的。严某只是想告诉娘子，以后若是有小姐之事，只管来找严某，无需麻烦其他人。严差爷，我们该赶路了。娘子请记住，以后这种事情只需劳烦严某。娘子，这差爷虽然行为上有些浪荡，但人不坏。这一个人的好坏，怎能凭一面判断？他纵然不是个坏人，但绝对不好相与的。元宝明白了。什么味儿啊？大嫂，你该不会憋不住尿裤裆里了吧？不是我，若连大小姐都憋不住，与畜生何异？你还狡辩什么？我分明闻到骚味就是从你们身边传过来的。我二哥可是京中第一清流名士，他怎么可……不愧是名士琳琅，果然独领风骚啊！你是小贱人，你都怪你，都怪你！否则我二哥怎么可能被一个下贱的官差打成这样？
就是，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早知道就不该娶你进门。这关键时候啊，还得靠陆婉那样的商贾女。就是，连我们小姐的机会都争取不来，真是个废物。雪儿，今日之事，本就是你做的不对。母亲和妹妹如何说你，都只能受着。哎呀，儿子，咱别再跟陆婉闹了，毕竟他手里拿着钱呢。你要是真嫌弃他呀，等咱到了宁古塔，把他爹给他置办的铺子和田产拿到手，再把他休了。娘，你陆婉对我什么态度你也看到了吧？难不成真让儿子第三下次去求一商贾女吗？哎呀，都说夫妻吵架床头吵架床尾和啊。哎呀，你要是把那档子事办了，他还不是乖乖的言听计从啊？孩儿明白了。哎，行了，别聊了，还得赶路呢，快点！还不过来扶着我？娘子等着，元宝这就去将那野猫撵走。元宝，元宝，元宝，是你回来了吗？我在这过着苦日子，你倒是活得潇洒呀！而且你别忘了，当时你下进我家，那可是高攀啊！住手！你口口声声说是我高攀，可当初我嫁给你时，你林家穷困潦倒，你结亲时穿的还是打补丁的喜服。你倒是想找个名门闺秀，可是谁看得上你这表面光鲜的驴粪蛋子？要不是我拿嫁妆充了你们林家的门面，只怕你娘和你妹早就饿死了。请给我闭嘴！你这大逆不道的妇人，我今日便教教你何为富刚！我平生最恨欺辱女子之人。你以后要是再敢动她一次，信不信我剁你的手？还不滚！滚！像林姑娘这样的纤纤玉足，怎可沾染凡世的尘埃？应该被人好好护着，好好疼着才是。登徒子，你的刀不对准刚刚轻薄你的人，怎么反而向我这个救命恩人扎呢？就算你刚刚不来，这个刀也会进去。娘子这样握刀，杀不死人，你得这样。严差爷，你武艺力气难道就只用在调戏女子身上？这样你跟林世元又有何区别？你大好男儿，身怀武艺，
不保家卫国，却恃强凌弱，这样又有何颜面苟活于世？我儿子和爹爹都是因为你而死的，你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世？什么？你的不自己！娘子，怎么了？15差爷帮我一起赶猫来着，他说严差爷也被猫叫扰的睡不安稳。元宝，我们今晚在外间睡啊？劳烦这位差爷去里间看看严差爷。里间？那不是娘子睡的地方？您刚刚和严差爷……将军小心！陆玉，陆玉，你为何要替我挡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愚蠢至极，所幸非人，害得兄弟们都死了，该死的人是我才对。将军，永远是我们的将军。陆玉此生誓死追随将军，无悔。肯定会没事的。只是世人皆轻贱上古，所以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请将军照拂我的妹妹。没事的，阿玉，别去找我。她名叫阿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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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玉！郎君，郎君，可是又被噩梦魇住了。是我是不是真的该死？本来那一战该死的人应该是我。不，郎君，不，都怪沈家。要不是他们借用联姻之名，令沈渊盗走了城防图，内战你不可能败的。元宝，你刚刚可有听到那位姓严的差爷在喊哥哥的名字？娘子莫不是思念大公子，都出现幻觉了？哪有人喊大公子的名字啊？也对，那一战死伤惨烈，哥哥的尸骨都未找到，除了我和爹爹，谁会记得他呢？睡吧，明早还得赶路。张差爷，张差爷，混账东西！你大晚上不睡觉冲什么风？不是，张差爷，我是想跟您做笔交易。你这个都比脸都干净的穷鬼，能跟我做什么交易？哎呀，我是没钱，但是我那娘子包袱里多的是啊。若是差爷愿意帮我能拿到他手里的包袱，银钱我通通都不要，我就只要里头的棉衣棉被。差爷，你看如何？你想怎么做？明日你上辈子就是在此处被围困数十日，差点全军覆没。经历了那一场天灾，也是在此处，黑心的张四抢走了我包袱里所有的银钱，害我险些丧命于此。今生我定要好好筹划，早做防备。哎呀，什么鬼天气啊！怎么还越来越冷啊？放心吧，妹妹，我们很快就要有御寒的棉衣了。
陆安，看你没了银钱棉被的用我傍身，还拿什么跟我喝？走了，上路。走了，走了。看今日这天气，恐有大雪将至。咱们今日就在此处暂避吧。严差爷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你有什么话就直接在这说。陆姑娘要是没有什么话对我说的话，可别打扰严某饮酒赏雪的雅兴。原先我当郎君靠近陆娘子是嗜好有夫之妇，如今这么短时间内便没了兴致，十五也就放心了。我去！陆娘子，我已经是第2次来咸安县押送犯人了，在此地有些熟人售卖些肉干面饼，若是想购买，可随我来。大灾来袭，肉食干粮都是紧俏物，确实得多囤一些。纵然张四图谋不轨，我也得冒险一试。有劳差爷了，麻烦随我去取银钱吧。娘子，只是买些干粮，需要我们拿出全部的身家吗？放心吧，我们马上就到宁古塔了。爹在宁古塔为我们置办了田产和铺子，很快就不需要这些碎银了。真是个蠢妇人，都被夫家卖了，还浑然不觉呢。走吧。陆安，还不赶紧把包裹交出来！林世远，你不是一向最看不起卑微差役，怎么如今肯拉得下脸来跟他一同算计我呀？你嫁给我们林家，那一切便都是我们林家的。我这不像算计，我只是拿回我自己的东西罢了。陆安，你若是乖乖的把包袱交给我，那我便还认你是我林世元的妻子。等到了宁古塔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那是因为到了宁古塔，你还需要我家为我置办的产业，重新体面的过日子。若非这个原因，你早就想方设法让我死在流放路上了吧？能给我们这种高阶人士花钱，那是你们上古之人的福气。陆安，你们陆家也就只有钱这一点了吧？我帮着你花钱，那是帮你抬高门楣，让你们陆家不再受人欺凌了。可欺负我们陆家的，就只有你们林家。哎，都给我闭嘴啊！老子可不是来听你们拌嘴的。陆小娘子，今天可不会再有人来帮你了。哼！你不会真的以为那个姓严的看上你了吧？他只不过是馋你的身子罢了。今日你也瞧见了，他那副对你爱答不理的样子，他肯定是玩腻了。陆安，除了我，没有人再愿意要你，这是你的命，你得认。我不认，这就不是吃法子，找死！住手！动他，我答应了吗？
放下！听不懂话是吗？严差爷，您怎么来了？米粒般大的胆子，连女人都不如。没事吧？楚小爷，您若是真看上这女流贩，不如这样，我只要财，这女人归你。我可不像你们这种人这么龌龊。今天就算他是个瞎子、瘸子、麻子，我也不会像你们一样做这种阿撒之事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滚！这就滚！这就滚！给，这个包袱你拿着，以便再让有心之人有可乘之机。严差也不好奇这包袱里究竟有什么吗？严某从来都不是那种贪图别人银钱的阿扎之人，更何况是……原来你早就知道他们的计划。我没有人兜底，只能自己给自己谋划。不管怎样，还是很感谢严差爷愿意出手相助。其实早在驿站时，我跟元宝就将2个财物的包袱合二为一，另一个则装满树叶。路上我们轮流背着装满财物的包袱，这样就算被惦记上，也有转换机会，与另一人交换。只是娘子为何这么笃定我就会救你？因为你满腔热血，是个好人。严差爷，求求您帮帮我们家娘子！我一个品行不纯又恃强凌弱之人，又凭什么救他？娘子最后托我跟您说一句：世人轻贱伤苦，若无权势，身怀财宝，便是原罪。我可没有那么高尚，我严某就是一个小肚鸡肠之人，身怀武艺，不思保家卫国，而且还以强凌弱，根本就无颜苟活于世。你怎么还记得这些话呀？小心！怦然理会我昨日如风，当时的朦胧依然还在心房中跳动。因为娘子说的每一句话，严某都铭记于心。什么时候掉落在这儿的？你这玉佩是哪来的？这是我爹爹雕刻的，那时候陆家生意还没做大，算不得什么美玉。陆羽，是你的生人？正是王兄。严差爷，你认识王兄？将军，今夜我们痛痛快快喝一场。好，走一个。每次出战就属你最不要命，闷头就往前冲，就这么想立功封侯啊？我哪里是为了自己，只有征得军功，家中老父幼妹才不会因为上古的身份
被人看不起。将军，你是不知道，我那个妹妹是个顶好的，长得好看，人还能干，有谁娶了她，就是天大的福气。好，等胜仗之后，我一定亲自为你请功，让你衣锦还乡，好不好？好，走一个，来。将军，等我回去后，一定把我妹妹介绍给你认识。好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回家。阿玉，你说的果然没错，你的妹妹真的是个挺好的女子，是我真没有。若是我早些找到她，她便不会被林家欺辱算计，受尽连累。杨官差，杨官差，只是战友。战友，那可曾深交过？我哥哥他临死前有没有说留给我跟爹爹什么话？未曾深交。陆娘子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哥哥，妈，你疯了吗？吃饭了。你想给我一个好地，你想你们这些人是拿脸当定屎吗？口口声声说这些是猪屎，一个个却比猪抢食还快，也不知道给我家娘子留一个。你家娘不是有的是肉干汤饼吗？该不会是为了讨好那些差役，一口气全吃完了吧？不像是自己丈夫，反而在外面勾引那些野男人。这样的贱妇，就该多饿他几顿。元宝，用不着跟饿死鬼投胎的多言。娘子，肉干和糖饼都没了，连个窝窝头元宝也没给你留下一个。咱们又不是捡垃圾的，犯不着跟他们抢。陆安，我看你啊，你就是嫉妒我们有吃的。垃圾啊！就算这窝窝头是垃圾，你也吃不着。小儿来，我来喂你吃一个。若是无人真心爱护，便是敛尽天下财物也枉然。娘子，这两人的脸皮比元宝的脚后跟还厚。对吧？本来这些窝窝头也有你的一份。这样吧，你如果是愿意啊，向我和母亲低头作揖，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我便也赏你一块，如何？有这么好的烤肉，你们凭什么会觉得他能看得上你们手里这些垃圾？别弄出那副嘴馋的样子，丢了我们身份。这是我刚到林子里猎的，吃吧。多谢严差爷。严差爷，你看你这野兔这么肥，一个人也吃不了，搂了也怪浪费的，不如就给我。你说的没错，是该分一分。元宝，你也吃。我也有，谢谢严差爷。林姑娘，你不是高洁如皎月，从来不受嗟来之食吗？而且，你怎么今天就像个乞丐一样，到处乞讨？多吃点，好吃吗？
娘子，言差爷这是招惹什么东西了吧？怎么就像变了个人一样？不仅人变得正经，不调戏娘子了不说，还日日喂娘子，连野味烤来吃。你瞧，把林家人给馋的。趁热尝尝我的手艺。受食者鄙。雪儿，以我胸中文墨，亦能将咱们的日子喂饱充饥。我倒要看看，靠那些酸文假醋的诗句如何填饱肚子。雪儿，那些重利的杜甫，一辈子也不配得到我做的诗。我的诗，只为你一人而作。鸡肠虽似空庭院，念你偏如吹火燃。无须羹汤甜味里，相思入喉胜珍馐。好，走，回屋睡觉。如果心里难受的话，就别听了。元宝，盐没了，跟我去拿盐。我不难受，那个，我先回去了。陆婉，我对你都是真的，别躲。我知道你身份非富即贵，做差役也只是暂时。我们身份悬殊，我只是流放犯人。你若是想和我做个露水夫妻，也鸳鸯，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我不愿。陆婉，你有心没有？我虽然是一个看起来不太正经的人，但这一路来我对你如何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林世元，他的身份根本就配不上你。等你到了宁古塔，你们和离之后，你便不再是罪妻。我等你。想吻过你眉目，是我的救赎。别哭，握过你手心纹路，风雪不冷酷。乱世之中，你向我凝眸，是我曾重生的一幕。爱过你，让我一生满足。元修，你相信我吗？如果你真的相信我，想要同我在一起，就按我说的去办。好，我要你。这么好的酒，就换我的黑炭和柴火。正是。好，那你们千万不能反悔啊！怎么样？我答应你的，都做到了吧？雪越下越大，今日是初五。如果我记得没错，那场雪灾就在明晚。我要你把所有酒都换成木炭和柴火。好。这点重量，
我一人足矣。这做粗食杂役的脑子就是蠢，居然拿这种上好的美酒去换这种廉价的黑炭。就是啊，这雪马上就要停了，带着这些便宜炭，不过是徒增累赘。陆婉此举一定是帮我出气，他看不惯楚彦修这么对我，所以想让他出血。对，对，一定是这样。郎君，这林世元虽然酸腐，但他说的可都是不错。咱们从京城带的这些望月醉，一坛便能换上上百斤金丝好炭，如今却听信旁人谗言挑唆，换了这一车黑炭。我既然答应过婉婉，我就一定会说到做到。你们放心，很快这柴和炭火就会派上用场。派上用场？能有什么用场？今早雪婷杜大哥都说了，晌午便能上路。如今带上这些累赘，要累死我们王爷不成？不好了，城外雪崩，大雪封住了去路。你说什么？城外雪崩，大雪封住了去路。等到雪化，我们估计还要等3天才能赶路。难道他早就知道会有雪崩，买这些炭火也是为了抵御严寒？驿馆内的炭火不多了，这3日我们恐怕要挨冻过了。哎，哪儿来的木炭啊？都是陆姑娘让我提前准备。陆姑娘真乃神人也，还不是被他歪打正着了。不过3天我们就上路了，这些炭用不完，还能带他上路？还不是得丢掉？雪崩只是个开始，从今晚开始，暴雪骤降，我们会被困在此处整整半月。这些炭可是救命之物。严修，差爷，你看能否陪我去趟铺子采买东西？陆姑娘，你已经害得我们郎君丢了一车的好酒，如今还想从他身上骗些什么东西去？陆婉，你就别胡闹了。这天寒地冻的，你身为流贩还想买东西？你以为差爷会像我一样纵容你吗？我随你去。只若你们身上有傍身的银两，亦可同去，免得在暴风雪中断粮，大家被活活饿死。陆姑娘，这是我的全部家当，劳烦您去买些吃食。这，陆娘子，这可是我。二哥，你不是还有长几次的银钗吗？不如我们也换些吃食啊。怪不得世人轻贱商贾，眼皮子就是浅。区区3天而已，就凭我们这一身傲骨，便是不吃不喝，我亦可挺得过去。哼，那我倒要看看你的傲骨有多硬。这便是城中最大的粮店了。掌柜的，这城中只有您一家有囤粮，我丈夫和婆母已经3天没有喝过粥了。求求您，您就卖给我些精面吧，行吗？求求您，您就卖给我些精面吧，行吗？这点钱，前几日兴许能买个几斤精米，可现在雪灾爆发，这粮食可是稀缺物呀。就你这点钱，那是半两也买不到呀！滚！穷鬼！你所准备的粮食已经够我们吃上3日，为何还要手动出来采买？
如果我说我想买下整个粮店，你可会觉得我疯了？我知道，在你心里就是不信我。既然你想买下整个粮店，恐怕还有不少的花费。这个玉还值点钱，拿去吧。这该不会是你的传家之物吧？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我们家还不会拿这么个东西当传家宝，只不过就是个消遣的小玩意儿。成色这么好的帝王绿，竟被他说是小玩意儿，他究竟是何出身？哟，嘿嘿，二位是要买粮啊？掌柜的，我要买下你们店里所有的粮食，你看这枚玉佩够不够？哎呦，这玉是好玉呀，可是你们买这么多粮食干什么呀？掌柜的，我们是负责押解粮食的差役，在路上遇到劫匪，被抢去了官粮，为了不被上官怪罪，这才要自掏腰包，以填补亏缺。掌柜的若是不愿意的话，我们再去其他粮店逛逛便是。既然是差役大爷的忙，我自然是要帮的。粮食每日都可以出城运进来，但水头这么好的玉，错过了可就再也没有了。差役大爷，您现在住哪儿？我这就安排小厮把粮食通通给你送过去。那就多谢了。哎呀，客气客气。麻烦二位小哥帮我把粮食送入房中。陆婉，你买那么多粮食，该不会想在咸安这个小县城贩粮吧？娘子，包袱里老爷给的银钱一分不剩，您不会真都拿来买粮食了吧？对啊，娘子，那些钱是老爷让您在宁国塔安身的，您都买了粮食，万一砸在手里，岂不是要辜负老爷的一番苦心啊？果然跟他那个下贱的上古低级一样，人都快要掉钱眼里去了。等3天后出城的路疏通了，我倒要看看他倾家荡产买的这些粮会不会砸在手里头。哼，等陆婉没钱了，姓严的差役也定不会再帮他，到时候他岂不是就能任我们宰割？元宝，这些银子我会翻倍赚回来的。真的？今年可是个丰收年啊！等雪停了，谁会买你的囤粮？还撺掇着衙役跟你一块儿买。等他们发现被你戏耍的时候，我看你怎么演！哎呀，二啊，是啊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在，没人能碰得了他。瑞雪兆丰年呐！这纯白的雪景，唯有与爱人一同欣赏，那才是雅事。不像某些人，只会趁机敛财。当真是蠢货！在这个天气下雪，是灾不是福。他们有如此远见，并非池中物。杜神医，不是说3日就能走吗？这都5日了呀！雪下的太大，咱们
被困在这儿了。我被困在这儿了！哎呦，这2天2夜都断水断粮了，这难不成我们会被饿死在这儿啊？什么味这么香？伯母，婉婉啊，咱们在这一块取暖吧。是继承炭火，人多又暖和。这，你方才是说自己无惧风寒交迫，说着学好，现在怎么就说不行了？别让这种卑贱之物燃出的卑贱热气，玷污了你们这些清流名士，还不赶紧滚出这个驿站！嫂子，我二哥知错了，我们都商量好了，只要你让我们进来取暖，我们就把冒险那个婊子赶出驿站，让他冻死，这样就不会有人跟你抢哥哥了。哥哥，你说是不是？对，婉婉，那个知月说的都是我心里所想的。婉婉，只要你现在一句话，我就把这几个没皮没脸的东西都赶出驿馆，不让你再心烦了。不过就是一桶烤火，我可以答应。婉婉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。那我现在就去把孟曲那个贱人我给休掉，然后我再……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把这个签了，我可以留你们一条狗命，让你们一同烤火。陆婉，你姓当真要与我和离啊？陆婉，你可想好了？你要是和离了，这辈子都找不到像我们林家这样的门第了。终身只能跟贩夫走卒之辈为伍。别啰嗦了，签了留下来，还是被扔出去？自己选。哎呀，商人重利，果然如此。我们林家好的时候，你欢天喜地嫁进来，我们家现在临时落难了，你就忙不迭的和离，这怪不得世人瞧不起你们商贾。要不是你儿子酒后无状，婉婉至于像现在过得这么凄惨。还有，婉婉何时吃过你林家的饭，又何时沾过你林家的光？婉婉就是因为她心地善良，才让你们烤火。我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对你们的这些无耻百般容忍。这外面是出什么事了？大雪封路，粮食难求，不少黑心店家大肆敛财，哄抬粮价数10倍，许多穷苦百姓没钱买粮，就快要饿死了。杜大哥，麻烦你告知咸安城的百姓，
我愿意以高出1倍的价格卖出所有粮食。哎，不行！陆安，你疯了啊！我们的暴风雪不知道会持续多久，你把这粮食留给咱们不行吗？就是，你们是都吃饱了，我跟哥哥还有母亲还没吃呢。粮食是我自己花钱买来的。再说了，当初我要你们囤粮，是你们自己不肯。我自己的粮食要怎么处理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与你们无关。我就算是喂狗，也绝对不会让你们林家人吃上一口。别忘了，你们的命现在都是我给的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你们现在就得立即滚到冰天雪地里，挨饿，冻死。好。是这样，终于有粮吃了，真是好人。米面贱卖，凡是买不起粮食的人，今天通通都可以在我这里多领1碗白粥。来，真是大好人啊！活菩萨，娘子真乃活菩萨，是您救了我们整个咸阳县难民的命啊！大哥，你可千万别这样说，我是个商人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赚钱。娘子啊，你若是真的为了赚钱，就不会这一担粮就这么便宜的卖出，而是像其他粮商那样漫天要价。如果天下的商贾都像你这样有良心，那世人又怎会轻贱商贾啊？陆娘娘的仁义是全场中的典范。谢谢。要几碗？你已经来5次了，看你好手好脚，满脸红光，怎么看也不像买不起粮的人。如果都像你一样，那些真正穷苦的百姓就领不到救济粥了。你们怎么能以貌取人？我虽然说长得壮实，但是我家里就是穷的连锅都欠不着，多给你们1碗粥怎么了？穷的揭不开锅，喝不起粥了是吧？来喝。臭娘们，真把老子当乞丐！你，怎么动手了？没事吧？你们不是成仙施粥，就不要装什么好人，故意给我们百姓喝掺了砂石的白粥，你们还是不是人呐？亏我们刚刚还叫他活菩萨，原来是个人面兽心的禽兽。商贾能有什么好东西？他们只在意钱，怎么会在意我们的命呢？是啊，是的，这就是没安好心。凡是买不起粮食、饿过几顿的难民，根本就不会嫌弃这些砂石，反倒是那些贪图便宜、吃好东西吃惯了的人，舌头才会变得如此挑剔。你知不知道，你每多领1碗粥，就会有多少人因此挨饿？原来是这样！乡亲们，就是这个无耻之徒，让我们误会了陆娘子，大家千万不要放过他！就是他，打他！让你来骗账！太过分了！你真聪慧。其实我并非放的是砂石，而是芝麻和花生碎，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冒领，我就能救更多的人了。不能放过他！等等，好了，可以走了。这女人我都听到了，
不过就是多加了一把花生碎而已。哼。好，我的牙！你，陆安，你给我夹的根本就不是花生碎，而是真的石头。你是不是早就认出我来了？你不是一身傲骨吗？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骨头硬，还是石头硬啊？你，娘子快来，粥已经吃完了，粮食卖的也差不多了。娘子，盐差爷，今天赚的钱足够多了，等到了宁古塔，足够我们开一间新的铺子了。嘿，陆安，你一辈子都只能是我的妻子。若你想跑，我也不介意毁掉你。滚滚滚！哪来的臭乞丐？我不是乞丐，我是你的贵人。元宝，我今日太累了，我就先睡下了。就是这个贱人，他买走了我所有的存粮，害我少赚一大笔。李掌柜，只要你能杀了他，便可拿回他手中余粮，到时候再以高价卖出。好，事成之后我分你2成。哎，你帮我的忙，我不会忘记的。哼！怎么样，李掌柜，事成了吗？李掌柜，失败。娘，死了。是你这个毒妇谋杀婆母，是你害死了我娘。林世远，害死你娘的人是你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弟妹，陆婉，我知道我之前做过很多对不起你的事，那都是因为我信了林世元的花言巧语。陆婉，我是真心悔过，所以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接下来说的话。今日晌午，我亲眼看到林世元进了李氏粮铺，他和掌柜的商量，要杀你，想要吞下你剩下的粮食。哎呀，这自从陆婉进了家门啊，我就一直睡得蚕丝被褥啊。这个贱蹄子现在，婆母，这厢房的棉被我已经铺好了，虽然比不上家中的蚕丝被，但也是柔软的。以前都是儿媳的不对，如今不日就到宁古塔了，我的铺子还需要宫中长姐的打点，这一家人和和睦睦的才能更好吧。哼，陆婉，你知道就好。前些日子被你刻薄，可不是一条棉褥子就能弥补的。这往后的日子啊，你必须给我们林家当牛做马，
否则呀，我在宫中为妃的嫡女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是。不可管的事儿，是他，都是他教唆我杀人的。他说陆婉从我这儿买了粮，放了一笔横财，只要我能杀了陆婉，他就能以夫君的身份把陆婉剩下的余粮还给我。饶命啊！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。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陆婉，是你把我娘骗到这儿的，对吧？啊，早就知道了，你早就知道了李掌柜要动手，所以让我娘睡在你床上啊！你把我娘骗到床上的，是你要害死她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贱人，你这个贱人，好狠的心啊！我作为晚辈，让他睡柔软的铺子，我有什么错？你闭嘴！你闭嘴！你怎么可能那么好心呢？啊！我从前不就是这么尽力服侍他的吗？从前我宁愿我自己不吃不喝，我供奉我的一切给你们林家，可我换来什么？李世远，造成今天的这一切，害死你娘的人，不是我，也不是李掌柜，而是你自己。你刚愎自用，自私自利，在我与大嫂之间摇摆。你贪恋我陆家的钱财，可你自己内心却不肯承认。你一边享用着我陆家的一切，一边是个梦血不清不楚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那都是因为你卑贱，是你不配。是，你觉得银钱卑贱，所以我以后再也不敢为林家花一分钱。可你呢？你是怎么样生活的？你苦苦哀求我，让我拿银钱出来与林家共用，又当又立的这一套，还真是被你们林家人玩得明明白白。闭嘴！你闭嘴！你闭嘴！本来就是戴罪之身，现在勾结外贼，还谋害自己的亲生母亲，更是罪加一等。我现在原地将你处以死刑，本来也就合乎规矩。严修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差役。我告诉你，我张姐那可是皇上的婕妤。你要是敢杀我，你想叫我张姐找你报仇？一个区区的婕妤，你以为我会怕吗？啊！请严侯府楚延修向陛下请罪。此战所有失职，是臣一人失职，还望陛下赐臣死罪。阿燕，张姐，本宫与皇上是少年夫妻，就算看在本宫的面子上，皇上一定不会治你死罪。只怪本宫识人不清，以为沈家书香清流，养出的女儿高洁纯良，所以才请皇上将沈家嫡女指婚给你。谁成想，他竟与敌国将领私通，盗走你的城防图，害你战败。万幸，皇上只是贬你为差役，让你前往宁古塔押解囚犯。等你回来，长姐定想办法恢复你的官职。我平生最痛恨的，就是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高洁之士。
他都要杀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舍不得他？我不是舍不得他，我是担心你。前世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林婕妤有孕，在皇帝耳畔吹了耳边风，求皇帝赦免林家。他自然是罪加一等，那也得等陛下和律法处置他。你这样贸然杀了他，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。我说过，我不怕。婉婉，我向你保证过，此生我会拿我的命护你，这是我欠你的。住手！二哥，严兄，我长姐怀有龙嗣，陛下已经下旨赦免林家罪疾，让我们去宁古塔重新过日子。护送我们去宁古塔的官差已经在路上，你要是敢动我二哥，我长姐定要你死无全尸！二哥虽然窝囊，却是林家唯一男子。我若是想要高价，他必须得活着给我撑门面。既然你说疯，那我就疯到底。想必你在林家的时候，你没少欺辱婉婉吧？你们定是我长姐派来保护林家的，对吧？这个差役，伙同这个贱人杀了我二哥和我娘，你们可一定要替他们做主。陆婉，你以为有这个低贱的差役护你，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？他再厉害，也只不过是个差役，如何同我们林家这种皇亲国戚相比？各位差爷，人是我一人杀的，若要问责，便抓我一人就好。他苦心筹划一切，好不容易摆脱了吸血的夫家，竟然甘心为我放弃一切。我与他萍水相逢，他真心待我，甘愿为我背上杀人的罪，我也理应真心相待。放心，你们两个一个也跑不了。一个设计诱杀我娘亲，一个亲手杀了我哥哥。今日我就要让你们血债血偿！放！你是什么身份？敢伤我景侯府世子？什么？景侯府世子？那个威震八方的少年将军楚彦修？恭喜小世子官复原职，陛下已经亲允你统领三军。凭什么？他害死了那么多将士，有什么资格重新领兵？贵妃娘娘和林婕妤同时有孕，皇帝已经拟诏，册封贵妃娘娘为皇后。小世子官复原职，也是娘娘的意思。住嘴！此生我绝对不会再带兵出战场。这不公平，不公平！我是林家千金，诗词歌赋样样精通，他陆婉只是低贱的上古女，他怎么就这么横命？流放路上随便勾搭的野男人，竟然是世子！陆婉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皇父世子！对不起，我不该瞒你，我只是不知该怎么面对你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就是你，害得我兄长尸骨无存。婉婉，陆云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也是我的副将，他是为我而死的。之前我答应过他，要替他好好照顾妹妹，我势必要做到的。你对不起的不是我，是他们。
楚小将军，少年英才，17岁带兵破军成功，可雁门关一战，数十万将士因你惨死，你却了无音讯。我的兄长和无数将士因你惨死，你却在流放路上像个缩头乌龟一样，整日借酒消愁。楚彦修，我以为你会跟林诗媛不同，可是我错了，你远比他更加恶劣。你自私、自利、胆小，你一直都在逃避。我陆婉绝对不会嫁给你这样的懦夫。我卸甲立军，避免再做错误的决定，难道真的错了？娘子啊，咱们陆氏商号第16家铺子已经开到京城了，这个月的盈利有5000万两金呢。婉婉，京城传来消息，陛下已经决定亲封你为第一皇商，以后你就是我朝当之无愧的第一女商人。多亏了有你们这2个左膀右臂，有你们坚持陪我，让我们女子才亦可闯出一片天，商贾亦不比常人卑贱。婉婉，是我该谢你。如果不是当初你在宁国塔收留了我，我都不知离开了林家人该如何自处。婉婉，谢谢你。我们女子本身就应该帮助女子，何况你又是我的家人，谈何言闲？楚家军大捷！楚将军回城了！楚将军大捷！楚将军回城了！楚将军回来了！回来了！就回来了！他回来了，你不去见他吗？可当初战败也并非因为楚将军，陛下已经张榜公示，替楚将军证明雁门关战败是因为他被未婚妻算计，他也亲手手刃了那个坏女人。难道您还因为公子的死而怪罪他？其实我当初说那些话并非赌气，我只是想要他重新振作起来。我知道那一场战惨败不怪他，只是我们身份悬殊，注定没有办法在一起。陆姑娘，陆姑娘，看一遍你我留恋的人间，翻阅曾书写的华年，念一圈浮华生动的贪念，宁愿人不醒梦也不灭。我陆婉绝对不会嫁给你这样的懦夫。我今夜转身